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修吉，欢迎大家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我们这个礼拜讲什么呢？我们这个礼拜一样讲产业分析，讲钢铁业的中级班。在初级班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了全球钢铁业的现象，那就是中国独大，所以特别介绍了中国市场的部分。那在这一集中级班的部分呢，我们就要回到国内来，然后讲一下我们国内的钢铁业，尤其是在平板钢这一块的中上下游的大概的情况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放一下图片的部分 ，OK？ 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，就是说我们最主要是要做平板钢的介绍哈。那平板钢的部分，可能有些投资朋友忘记了说，你刚刚讲平板钢，那钢铁业除了平板钢还有什么呢？以钢铁业来分的话哈，它其实就分作碳钢跟所谓的不锈钢。那在碳钢里面又分两个，一个叫做平板钢，那一个在条钢。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介绍过啦。那所谓的平板钢呢，它主要的来源呢是由高炉做的，像国内呢，中钢就属于一贯厂，它跟海外呢，它去采购了所谓的铁矿跟焦煤，然后国内自己这个地方石灰石是够的，然后它把这些原料丢到了温度很高的高炉里面，然后把它先炼成所谓的铁水，接下来变成钢液。那钢液倒出来的时候，倒到扁钢坯的模型就会出现扁钢坯，倒到大钢坯的模型就会出现大钢坯。那我们先讲大钢坯比较简单，大钢坯接下去它可以弄成小钢坯或是型钢的那个钢板。那在中钢来讲的话，它都有做，可是中钢最主要的主力还是在平板钢。那你说什么叫平板钢呢？大家去想想看哈，我的钢液倒到了所谓的扁钢坯里面，那是不是就是一个狭长的扁钢坯？可是这么长的扁钢坯里面，我要再利用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好像做出一个面包以后，我们要再把它擀得薄一点、平一点才能用嘛，所以我们就会经过压延，压延以后就会从这个扁钢坯变成比较薄的薄板的部分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好，那它的中下游这个地方就是说，经过压延了以后，就会有所谓的热压钢卷，那或者呢，就是说扁钢中钢就是直接卖扁钢坯出去。类似这样子。好，那在型钢的部分，中钢这个地方有载板。那另外在电炉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由丰兴跟东钢会主要，那他们也是有分做所谓的型钢，还有那个什么所谓我们看到的钢筋，还有螺丝螺帽。那条钢这部分呢，我们就下次再做介绍。那我们这一集中级班的主力就是只介绍所谓的平板钢。所以经过我刚刚的介绍，大家已经知道平板钢是什么啦。平板钢就是经过高炉冶炼之后出来钢液倒到扁钢坯，然后接下去压延变成所谓的热压、冷压。OK， 甚至更下游的镀锌、烤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页的部分。好，我们既然只讲平板钢的部分，我们就注意平板钢最主要是由高炉炼钢出来，然后变成扁钢坯。那目前国内唯一有做扁钢坯的只有一家公司，那这家公司就叫做中钢。那中钢因为是一贯厂，所以一路做下去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中钢在开厂盘价的时候，他会去开热压钢品的报价、冷压钢品的报价，还有镀锌烤漆的报价。好，那在热压产品的部分呢，那中钢做好的扁钢坯，它会卖一部分自用，那一部分就会卖给它的子公司，像中宏是它的子公司，它大概持股40%左右。那中宏呢，就等于说他拿了中钢的扁钢坯以后加工，然后做成热压跟冷压。好 ，OK， 所以在扁钢坯的部分只有中钢做，在热压的部分有中钢跟中宏，在冷压的部分也是中钢跟中宏。好，做完以后呢，做成冷压产品以后，我们有再分出去，就是说，大家想想看那个冷压跟热压做完以后，它其实就像卷一块布一样，它薄薄的嘛，卷成一捆一捆的。那可是问题是我们下游需要的时候，不见得要这么大一捆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裁剪加工，那这就是星光钢做的。你要多少的长度啊，多少的宽度，就在这边裁剪。OK， 那另外有一块叫电磁钢片，那这块大家说什么叫做电磁钢片呢？讲简单一点，就是说这个钢
片上是可以通电的嘛，那你一想就可以想到啦，包括我们的冷气机啊，包括我们的电冰箱啊，我们就需要这些所谓的电磁钢片。好，那另外一种就是说，我们可能在马路上看到一些公共工程，比如说做一些水管啊，不管大小，是不是需要一个钢管 ？OK， 钢管就是有一家上市公司叫做美雅这个地方做的哈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说我做完热压、冷压以后，然后我可以把它镀锌。或烤漆，那这个部分就是剩余跟夜辉在做的。所以我这样讲完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讲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每次中钢在开厂盘价的时候，它就会开这几个价格。那聪明的你这时候已经想到了，为什么呢？你只要把中钢厂盘价格拿出来一看，上下游一减，是不是中间的利差，你就可以算得出来啦。那比如说今天假设中钢开厂盘价的时候，它的热压涨了1000块。那它的冷压涨了1200，那谁受惠？当然是中鸿受惠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跟它拿去卖的产品，它可以越卖越高。那可是如果说今天中钢开的热压是开1000块，冷压是开800块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谁受惠呢？这个答案留给大家去想想看。好，那如果中钢今天热压开了1000块，然后它的镀锌烤漆开了1500，谁受惠呢？我想聪明的你不用我讲。大家应该都算得出来，所以下次你在看中钢厂盘价的时候，你就会相对心有戚戚焉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就讲单压业者。什么叫做单压业者呢？刚刚我们已经在第一集跟第二应该是说初级班跟中级班都跟大家讲，中钢叫做一贯厂，一贯厂就是从扁钢坯一直做到所谓热压、冷压、镀锌、烤漆。那所谓的单压业者，就是说它没有高炉厂。它只是进口扁钢坯，然后纯粹做一个加工的动作，那是谁？中鸿嘛，哈。那中鸿的扁钢坯呢，大部分就是来自于中钢，可是因为中钢自己也要自用，不够供中鸿啊，所以它也会跟日本的住友金属这个地方拿扁钢坯，拿完扁钢坯以后，它是不是做成所谓的热压跟冷压？可是中鸿最主要的产品还是以热压这边为主，然后其余的才是冷压的部分。所以说你如果要去看中鸿这家公司的那个获利或股价的话，所以你就要特别去注意所谓的热压钢卷报价这个部分。好，那再接下来刚我们讲是单压业者，再来是算中游，再来是镀锌烤漆业者，就是说像以剩余跟夜辉来讲，它的上游就是中钢或是中鸿，然后去拿来，然后它做加工。那你会说，它为什么不跟中钢拿？一定是量不够嘛，它需要量更多，所以它也会跟中钢拿。所以当中钢开一个厂盘价的时候，那中鸿会跟着中钢的价钱。可是大家去想，市况如果热络的时候，中鸿的价钱是不是就可以调得比中钢稍微高一点？同样的，如果说市况不好的时候，那中鸿为了把它的产品卖出去，比中钢卖，就是不能大家只跟中钢拿，那中鸿就会降价多一点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中鸿的利差变化是不是会比中钢来的大一点？这也是中鸿股价常常暴起暴落最主要的原因。好啦，那我们拿了镀锌跟烤漆下去就开始加工了哈。那你说什么叫镀锌，什么叫烤漆？它其实就是经过一些热浸或电镀的过程之中，那镀锌的部分就是防锈，那烤漆的部分呢就是喷上颜色就美观了。那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装潢的部分的时候，大家有时候就会看到镀锌钢卷、烤漆状钢卷这些，就可以在一些家电产品或一些装潢产品上面就可以看到了。好，那接下去我们讲这么多平板业的那个基本面的部分，那大家一定会想知道说，我了解这么多产业，我就是要知道股价怎么走才有意思嘛。那我现在也多多少少会看一些中钢的产盘价，知道注意去看热压报价是多少，冷热压的价差，还有镀锌烤漆的价差，那我怎么把它们运用到技术面呢？好，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单压业者，这个是中鸿哈。中鸿跟我跟大家讲的一样，就是说这些原物料的传产的部分呢，它都是从2000年受惠于中国大陆加入 WTO 的时候有钢铁原料的需求，所以他们的股价就会跟着往上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一样，就是说2000到2008年这一段是
中国加入 WTO 就是最需要钢品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他刚加入 WTO， 但自己的钢厂还没有起来，所以他需要台湾的部分，就是进口到大陆这个部分，所以这时候股价做一个强势的表现。那在三高的部分，跟我刚刚介绍，上一集介绍钢铁业一样，这时候是因为受到欧洲5国以及原物料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崩过一次的影响，所以它三高这个地方呢是呈现一个关键位置倒 N 型，然后到了这一次，因为那个疫情封港的因素，原物料价格暴涨，还有乌俄战争的影响，它的4高冲一个最高，所以你看清楚它是1高、2高、3高、4高，那正常就是回档嘛。那有没有守住1/2？大家一算就知道啦。如果有守住1/2，就很容易 N 型扩大；如果没有守住1/2的话，再上去容易变成什么盘涨或失败 N。所以当你知道技术面，还有你知道技术面的时候，是不是做起来股票就比较容易做了呢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的部分。下一个部分我们是讲到镀锌跟烤漆业者，那我们这边讲的是燁辉。那燁辉的现形其实跟刚刚我们看到的中红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是呢，因为它又是更下游的部分哈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其实它在之前从2000年一直到2015年这个地方，几乎都是一个盘整的格局，一直到最近就是说2021年这次原物料暴涨的时候，它才刚好上来，上来的时候接下去就下去。你说这种股票怎么做呢？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技术分析的时候，有教大家一个叫什么？关键 K 棒嘛，对不对？那关键 K 棒的前提就是说有一项就突破新高嘛。那你看这个点的长红棒是不是就是关键 K 棒？是不是就突破新高？那它的目标价用组合 K 棒的算法，你是不是就会算啦？所以大家把基本面还有我们的技术面结合在一起，是不是后面怎么走都会比较容易了解啦？同样的。它的回档走完了没有？看它的日线你就知道了，有没有守住1/2？这是选股的重点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另外一只股票美亚。好，美亚我们也介绍过了，那它的线型跟那个前面讲的那个2014一样，差不多，中红差不多哈，它就是在2000年到2007年这一段走势比较强。那三高这个地方，它是走了一个失败N，然后4高再往上冲，然后接下去回档，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，跟前面的股票比较起来，它相对比较强，因为它回档还守住了1/2，但是还没有走完，所以你最后要看它有没有守住1/2，守住1/2会怎么呢？样呢？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了，如果回档守住1/2，那上涨 N 型可以再扩大。那你说这个上涨 N 型怎么扩大呢？我们就拿一条线，拿笔画出来哈，就是从原点这个地方画到2高1撇，然后2低这边1撇，这边再1撇，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 N 了？好，拉回手1/2，那后面的目标价时间是不是大家就会算了呢？对，留给大家做功课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再讲一个星光钢的部分哈。那星光钢的部分也是一样的道理哈，就是说它之前都是一个盘整的格局哈，一直到2021年这时候才冲上来，是不是关键 K 棒哈？那在这个地方关键 K 棒的攻防，你学会的时候，你在日线图就可以很轻松的进去了。OK， 那今天我就是把平板钢的部分呢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包括了那个基本面以及技术面这个地方，然后跟大家去解析。那相信大家听过了这集以后看到中钢的场盘价，你一定会很认真的看，你会注意它的冷热压之间的价差，还有它的热压跟镀锌烤漆之间的价差，那你就可以知道它中间的产业包括了中红、盛余、燁辉，然后这几家公司它的利差有没有扩大？如果它的利差是扩大的，那你又从技术面上看出来它有机会 N 型再扩大的话，那你就知道择什么点，然后下去做介入了。OK， 那现在到了节目的尾声，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OK， 那我们今天介绍中游的部分，那接下去我们那个下个礼拜的进阶班讲得更精彩哦，更深入，欢迎你再次收看，拜拜。